殿下，小姐姐出身乡野，今日她敢如此，日后入了东宫，岂不是要百般羞辱于我？有姑在，何须怕她？日后入了东宫，姑不会再与她同房。殿下，你我夫妻一心，姑定会让你生下嫡长子。听闻小姐姐医术精湛，到时让她为我伺候孕中可好？只要她尽心尽力地侍奉我，太子殿下不必冷落她。还是雪瑶大度，不像你这般心胸狭隘。也罢，日后你若能助雪瑶诞下长子，我也可以偶尔与你同房。只是父皇母后有言在先，你出身低微，万万不能怀上我的孩子。小姐姐，这可不能怪我，毕竟陛下和娘娘都看不上你的出身。让我侍奉孕中，你就不怕我让她一尸两命？我是在乎你，才在这耐心跟你解释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不识好歹的是你，3年前你毒入肺腑，全身溃烂，整个太医院束手无策。你王府的侍女连给你擦身子都不愿，要不是我家小姐，你早就见阎王了。放肆！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卑微的医女，确实没有资格做你的侧妃。回府以后，我就写一封和离书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谈。我刚被立为太子，你就要提和离？你是想让我背上薄情忘恩的骂名吗？你死了这条心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也没用，这不是在同你商量。殿下，迎风，将这封信送回南诏，交与皇兄。是。裴子言，你如今得到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10日内我会把这一切都收回来。你这是铁了心要和离？是。本王原以为你虽然出身低微，但知书达理，心胸宽广，没想到也是个酷爱拈酸吃醋的善妒之人。我没兴趣争宠，你也不必自作多情。我是太子，唯有跟云家联姻，云将军和他麾下的将士才会轻信于我。况且云雪瑶性格单纯，性子直接，我以为你们能合得来。娶妃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不必征求我的同意。权贵世家的男人哪个不是3妻4妾？这3年来，我只你一人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如今我身为储君，需要培养势力，平衡权术，你为何不能体谅一下我？我不愿与人共侍一夫。裴子言，只要你一纸和离，我立刻就走。你愿意娶几个娶几个，没人干涉。嫁进皇族的女子，名字早就入了族谱，从未有过和离的先例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你既然不想做侧妃，做个通房丫鬟也无不可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将军府的云公子求见殿下和王妃。太子殿下到，参见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，都坐吧。太子殿下，今日在宫门外，王妃的丫鬟打了雪瑶的丫鬟，这在御林军眼中就是侧妃打了未来的太子妃，这是以下犯上，还望太子殿下秉公处置。今日之事，双方都有错，也不怪清雪一人。太子殿下的意思是，我的侍女就白白被打了，我就白白被羞辱了吗？太子殿下，若不秉公处置，怕是会寒了我云家所有将士们的心呢。来人，把明月带下去，领20大板。是。且慢。
太子殿下想给云小姐赔礼道歉，与其让明月来，不如由我这个王妃亲自赔礼。坐下。只要你签下和离书，我立刻道歉。萧清雪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太子殿下，既然王妃这么不喜欢侧妃之位，那何不成全她，免得一直被她要挟，还真以为陛下离不开她。云将军说的对，等太子殿下做了皇帝以后，更是后宫佳丽3000，也不少我这一个。一份和离书，你顺心顺意的做太子殿下，我自由自在的做个医女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清雪，哪怕和离后你会沦为笑柄，从此无人敢娶，你也要离开我吗？想要和离书，你死了这条心绝无可能。哼，这王妃确实是个美人，难怪太子舍不得，僵持下去对雪瑶无益。王妃不必拿和离一事威胁殿下，这样吧，你让你的婢女跪下，给我妹妹认个错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你在说笑？你让你的婢女跪下，给我妹妹认个错。我劝云将军还是回家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那张自大无知的脸是多么的丑陋蛮横。王妃有些太目中无人了。你是个人吗？你不过就是个仗势欺人的狗。放肆！跪下！我家小姐说了，不让我给这种东西跪下。你一个小小婢女，竟敢如此大放厥词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不知尊卑的刁奴给我拖下去，即刻杖毙！殿下在位3年，从未失控，刚当上太子就屡屡失态，看来这太子之位确实是不适合你。贱婢，你竟然会武功！我要是没有点自保的本事，怎么保护我家小姐行医济世？怎么在我家小姐被人欺负的时候替她出头？怪不得如此嚣张跋扈，原来是有武力傍身。来人！这些都是我的亲卫，他们可不会手软。你挣扎的越快，死的就越快。上！算算时辰，也该到了。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夫人传话，让你和小姐赶紧回去一趟。珍宝阁的掌柜拿着账单来要钱了。什么账单？说是小姐在他们那里赊了珠宝首饰，还有其他店铺的掌柜，一共10几号人。说小姐一共欠了2万多两银子。什么？2万两？催债的都追上门来了，看来云将军是没有空替妹妹出头了。不知道云将军府的俸禄足不足够替妹妹平账呀？不会挪用捐款了吧？你少信口雌黄！最好是没有挪用，不然御史大人要知道将军挪用捐款，禀报陛下，那你个贱婢，竟敢污蔑我云家名声！够了，先回去看看。太子殿下，这回还要把我杖毙吗？你，裴子言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明月是我的侍女，并未卖身到王府。别说是杖毙，你连动她一根手指头的资格都没有。萧清雪，云家被追债这事与你有关吗？太子殿下未免太高看我这区区医女了。区区医女？你嫁给本王3年，本王竟从未知道你身边的婢女竟有这么好的身手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。你一直有事瞒我。若不瞒你，又怎知道你是一个如此背信弃义的人？一个婢女，就算会武功，也不敢轻易得罪皇族。清雪，你的底气到底来自何处？小姐，以您的身份，完全可以直接离开雍巢，为何非要内纸和离书呢？只有拿到和离书，才能和雍巢彻底断了联系，避免日后藕断丝连的麻烦。那明日还进宫见皇后吗？和离之前，我还算雍巢皇妃，该给皇后的面子还是要给。
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清雪，日后你要跟雪瑶和睦相处，好好辅佐太子，做好他的贤内助。娘娘，只怕萧姐姐并不愿和我一起做这个贤内助呢。胡说，清雪一向来都是最懂分寸的，是吧，清雪？皇后娘娘，我要和太子殿下和离。我就说萧姐姐不甘心从正妻贬为侧妃，所以故意拿和离书威胁太子。娘娘你还不信呢？云姑娘不必以己夺人，我还不屑于用威胁的手段。本宫知道，让你从正妻做侧妃，你心里委屈，但太子日后是要做皇帝的，太子妃的出身也必须得够硬，而且侧妃和妾室不同，以你的出身，说起来也不算委屈。莫要学那些小家子气的内宅女子，争风吃醋。是不是女子成亲以后，提任何要求都会被认为是争风吃醋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和太子殿下成亲之前，皇后娘娘曾说我是太子的救命恩人，无论任何时候提出要求，必定会答应。还请皇后娘娘履约，让太子殿下签下和离书，还我自由。皇家子嗣成亲，从无和离先例，是没有这个先例，所以请皇后娘娘履约，破了这个先例。皇室没有和离，只有丧父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我以为皇族最看重承诺，不知天下人知道娘娘今日所为，会如何看待帝后威严。萧清雪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指责皇后娘娘！云姑娘昨日被追债上门，不知所欠账目可有还清？要账？要什么账？皇后娘娘，您不要听她胡说，她就是在挑拨离间呢。云姑娘欠珍宝阁23000两，其中5800两是上个月太后生辰定制了一扇白玉屏风，还有4600两定制了一套黄金头面，半个月前送给了皇后娘娘。余下的1万多两是云姑娘给自己置办的一些手镯、耳坠等各类首饰。雪瑶，她说的可是真的？皇后娘娘，你买那么贵重的首饰做什么？我就是怕被其他闺女比下去。那世家女子的首饰最多也不过100两，你竟然……太子殿下到！这是怎么了？皇上还真是为太子殿下选了一个极好的太子妃，大概是雍朝第一个被追上门要债的。我只是觉得太后和皇后娘娘极为尊贵，要送也要送最好的，我没有想那么多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和太后害你赊账的？皇后娘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此大手大脚，日后如何掌管后宫内院？父亲和长兄1年俸禄，恐怕也不够你去铺子的。昨日要账的刚刚上门，怎么今日萧姐姐就知道我欠的具体数额了？我未卜先知，消息灵通呗。我看你就是蓄意谋划，想让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对我不满，你还真是心怀叵测。随你怎么想。既然皇后娘娘不肯履行诺言，那可敢与我打一个赌？你想要怎么赌？你想要怎么赌？10日之内，皇后娘娘会主动让我和太子殿下和离。萧清雪，你要做什么？看他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他又精通医术，莫非是要用毒？清雪，本宫知道你医术精湛，但医术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用来害人的。皇后娘娘误会了，别人不来对付我，我也不会用毒对付任何人。我与你的10日赌约与医术无关。等等，今日你与太子就留宿宫中吧，至于和离之事，容本宫再想想，明日再议。雪瑶，随本宫来。皇后娘娘这是做什么？萧侧妃，皇后娘娘说了，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您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放您和太子出来。你们，清雪，你可爱我？你现在问这个，
不觉得可笑吗？姑再问你一遍，你可爱过我？既然没我爱过，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？是你跪了1天1夜求来的圣旨，你莫不是以为是我上赶着要嫁给你吗？你倒是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但也不耽误你贬妻为妾，另娶太子妃啊！你要知道，女人的职责就是顺从男人，相夫教子。裴子仁，有什么话你直说，不必那么多废话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好好尽丈夫的职责，让你知道什么是女人的本分。你居然会武功！你居然会武功！我若不会武功，今晚岂不是要被你在床上羞辱强迫？若你只会用这招来羞辱女子，那你连男人最基本的品德都没有，你不配为男人，只不过是阴沟里一只见不得人的老鼠。明玉会武功，你也会武功，你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事情？你口口声声说是我辜负了你，可你对我隐瞒诸多事情，当真对我有过真心？温柔深情最容易让人失去防备，我若不防备，岂不是要堕入深渊？你对我到底有多少防备？你们男人还真是不讲道理，明明背信弃义的人是你，忘恩负义的人也是你，占尽优势的人还是你，你却倒打一耙，把罪名都推到女子身上，以降低自己的负罪感。我确实防备着你，所以呢，你难道不应该被防备吗？我若不防备，就等着被你囚禁在深宅里，毫无反抗之力的折磨致死吗？你还真是可笑至极。你是姑的妻子，女人的职责就是要顺从丈夫。等过几日我离开此地，就能彻底跟你解除关系。不可能，这辈子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只要我一天没死，你休想离开。这话你说了不算，别说你只是个太子，就算你登基为帝，这件事情你说了也不算。你在写什么？快把我放开！放开我！方才那粗暴想要教训我的样式，你觉得我会放开你吗？索性今日我便压着签下这和离书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啊！小姐，原来太子殿下有这个爱好，早说嘛！我家小姐最是温柔良善，体贴他人了，她定能想出18般花样来满足太子殿下的。母后，母后！放肆！你们竟敢如此羞辱太子，还等什么呢？就凭我和明月两人，恐怕难以从这泾渭重重的皇宫脱身。来人，给我把萧侧妃拉回王府，没有我的许可，不许踏出内宅一步。不如回到王府再做打算。慢着，我们自己会走。萧清雪，你为何会有如此底气，说出那些话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来人，派探子去查雍朝所有的名门世家，有没有一个姓萧的会医术的女儿流落3年从未归家？若是有一点蛛丝马迹，立即送信回报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出大事了！王妃失踪了，整个王府都寻不到她，怕是已经逃出府去了。今日闹和离一事已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，若是此时再传出王妃失踪，那弹劾我的奏章必定会递到父皇面前，到时我这储君之位，马上去查，就算把皇城翻过来，也要找到王妃。是。真是岂有此理！雍朝皇族就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公主还是早做决断的好。
我已经与裴子言提了和离。公主当真？国主知道后一定很高兴。我看最高兴的人是你吧？当初我执意要嫁给裴子言，皇兄怕我受委屈，便将你这个南诏富可敌国的皇商安插在了雍朝小国。3年了，你也想回南诏吧？公主既然知道，那我就不否认了。我早就不想待在这个破地方了。国主也期盼您尽早回去继承帝位呢。国主是盼着我家小姐回去接过这重担，好跟你一起去云游四方吧。你这丫头，不过公主先前就让尹峰带密诏回国，想必是早有谋划了吧？先将云家的粮草断了，再将这皇城内该收的账本收一收。10日后拿到和离书，我们便离开此处，从此这雍朝便与我无关。好，一群废物，即刻给我去找！要是找不到王妃，你们提头来见！是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咱们的粮草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原本给咱们供给粮草的皇商突发恶疾，昏迷不醒，市面上的粮商又联合涨价，价格是以前的3倍。如今边关战事告急，余粮只够咱们维持半个月。太子殿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云家若是因粮草问题吃了败仗的话，势必会影响我的储君之位。清雪一夜未归，粮草便出了问题，莫非此事跟他有关？哼，果然，远离薄情寡义的狗男人才会让人心情愉悦。小姐今天的气色看起来都跟往常不一样了。看你这话说的，好似前些日子我有多伤心难过似的。一个男人而已，至于吗？一个男人确实不至于。等公主回了南诏，无数大好男儿，公主随便挑选。沈公子今日竟然有心情开玩笑，是有什么好消息吗？这是从南诏边关送来的信。皇兄正在往边关增派10万大军。巧了，我也听说那云家将军和裴子衍为了粮草之事进宫面圣，那皇帝被大臣们一撺掇，竟将筹集粮草之事交给了裴子衍负责。那新上任的太子爷若是没有完成任务，岂不是被冠上延误军情的罪名了？既然如此，那便去边关散布消息，就说此次太子为了和将士们同心协力，会亲自押送粮草到边关，并犒劳将士们的辛苦。公主好计策，先把太子仁厚贤德的名声打出去，再狠狠地泼一盆冷水，必让他失了军心，说不定连云家的威信也保不住。那便让云家和裴子言再无共事的可能。小姐，咱们来这珍宝阁干什么？看戏。萧清雪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昨日你进宫向皇后和太子告我的状，我正要找你算，今天也算是冤家路窄了。这不是被债主催债到家门口的云大小姐？云大小姐，银子还完了？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拿下！今天我要撕烂她的嘴！是。太子殿下到！云少将军到！太子殿下，萧清雪她又以下犯上欺负我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是珍宝阁，又不是大内皇宫，也不是将军府后花园，没人规定我不能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知雪瑶又做错了什么，竟惹得姐姐发了这么大的脾气。大庭广众之下，纵容她的婢女打我的侍从。王妃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雪瑶，当真以为我们云家是怕了你吗？云家守卫边关多年，自然是不会怕我。不过眼下粮草筹集困难，云少将军不去想办法，反而在这给自家妹妹这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打抱不平。不愧是云大将军之子，最能分清什么是大事小事，孰轻孰重。你如何会知晓粮草的事？我不但知道粮草的事情，我还知道云少将军的私库里有整整30万的白银。不知拿这些钱去买粮草的话，能否解眼下之急呢？你说什么？
太子殿下，皇上把筹集粮草的事情交由你去办，云少将军为你排忧解难是分内的事。不过他拿着30万的私银，却不替你解忧，不知太子殿下作何感想？太子殿下，他血口喷人。我哥哥如果有那么多银子，我又何至于被上门催债啊？是啊，云家有钱，却让准太子妃出门赊账，这是想让大家误以为将军府两袖清风，还是怕贪污军饷的事情被发现啊？萧清雪，再胡言乱语，污蔑我云家名声，我劈了你！你劈一个试试！谋害当朝太子妃是死罪，云少将军不怕死你就劈。这个女人怎么会知晓这些？她到底是谁？不可再当着太子的面与她纠缠下去。云少将军，你先带着雪瑶离开，我和萧侧妃有话要说。雪瑶，我们走。粮草一事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是谁告诉你的？裴子言，你想筹集粮草，只能让云萧然拿出私银，再到各个商量手里买，否则等待你的就是边关缺粮，将什么无粮可吃。到时候万一有他国来犯，你说你这太子之位还能不能做得稳当？内宅妇人怎可忘议军国大事？我问你，你昨晚去了哪里？你身为人妻，一夜未归，不该给我个交代吗？从我提出和你和离的那一刻起，你我就再无关系。我现在还会住在王府，就等你签下和离书。至于其他事情，你无权过问。萧清雪，只要一日你还没跟我和离，你就还是孤的王妃。你该知道什么是妇道。我不知道，只要你一纸和离书，从此我是否夜不归宿，也不用担心我是否有损名节，更不用担心我损害到你太子的名声。萧清雪，我绝不答应跟你和离，你死了这条心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你又试探太子殿下。清雪，不要再提和离了好不好？我还是爱你的，你信我。你放开我家小姐！你怎会有如此深厚的内力？难道粮草一事真的跟你有关？是又如何？不妨告诉你，之前供给云家的粮草，名义上是各大商贾筹集的，实际是我为了助你登上太子之位，自掏腰包为你买的。你说什么？但我现在不想供给了，所以云家只能自己想办法。你哪来那么多银两？你到底什么来历？你和云萧然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，雍朝国库空虚，你们只能自己花钱买。我凭什么要信你的话？你可以不信啊，等到时候边关粮草短缺的时候，别后悔就行。如果你背后的势力真的能给边关供粮，那我更不可能放你走。只要你跟我一直是夫妻，那么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，就算你背后的人想要做什么，他们也会有所顾虑。如若我跟你和离，放你自由，我又怎知你会怎样报复我？不愧是皇族子嗣，都已经想好如何掣肘了。清雪，只要你能帮我解决粮草的问题，我就许你太子妃之位，让云雪瑶做侧妃，让你压在她头上。若你还不喜欢她，等到有一日云家没有了实际利用价值，我可以让她彻底消失。裴子言，你还真是比我想象中的更无耻。我要和你和离，与云雪瑶无关，和任何女子都无关，是你的背信弃义、薄情寡义才是主要原因。你见过哪个皇帝一辈子只守着一个女人？我说的已经够多了，这和离书，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？你觉得呢？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商量，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别后悔就行。清雪，不管你是谁，这辈子都别想和我分开。宣云大将军觐见。皇上，边境传来急报，
南诏国突然增兵10万，大有要秦兵来犯之意。什么？粮草的问题尚未解决，南诏又要增兵10万？这南诏与我朝一向平和，为何突然增兵呢？回皇上，南诏暂时只是增兵，他们是要开战，还是有其他目的，暂未得知。但事出反常，还望皇上早做决断。到时候万一有他国来犯，你说你这太子之位还能不能坐得稳？他的话竟然应验了，还是他一早就知道？清雪，慢着，我要跟清雪下一局。我与你对弈，你只会是输家，对弈毫无意义。清雪，南诏突然增兵一事，你是早就知道，还是此事根本就与你有关？裴子言，我昨晚就已经跟你说过，和离书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管你怎么选择，你不后悔就行。我一直以为萧清雪是雍朝人，从未想过她有可能是别国而来。南诏皇帝姓萧，她也姓萧，难道她是皇族之人？不，绝对不可能，这只是她虚张声势的把戏罢了。清雪，我不管你是如何得知南诏增兵的事情，我都可以不过问。我现在只想知道你是否有办法可以解决眼下的困境。我一个区区医女，内宅妇人，太子殿下怎么会问出这种话？清雪，一旦南诏突然增兵，父皇就会把兵权转给支持瑞王的定国公，那瑞王定然会如虎添翼，必定会对我的储位产生威胁。裴子言，我若是两朝来犯，我只会担心雍朝江山能不能保住，天下子民会不会受到牵连，而不是什么瑞王如虎添翼，觊觎你的储君之位。裴子言，你还真是一点帝王的气魄和担当都没有。放肆！你与其在这跟我浪费时间，不如去查查云家。云萧然说，他没有贪污军饷，是你诬陷的。贪污军饷之人又怎会主动承认？毕竟这可是株连九族的死罪。清雪，算我求你，只要你帮我，除了和离，无论你提什么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。你已经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，和离已经不是我的条件。雍朝皇族上下都是无能鼠辈，或许改朝换代也无不可。大军缺粮迫在眉睫，那么多将士，你忍心看他们挨饿？将士们挨饿，难道不是因为你们国君无能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清雪，你并非冷漠无情之人，那些将士保家卫国，镇守边关，他们也是有血有肉之人，他们也有妻儿老母，你当真忍心？你的将军都忍心贪污军饷，我怎么不忍心冷眼旁观？难道这是我的江山，我的子民吗？但你有能力帮他们。裴子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云霄人手里有钱，30万两白银足够边关将士2个月的粮草。可云霄然说，他说什么你都信，你到底是信他说的话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敢追求？你若不帮我，我能仰仗的只有云家。果然，你只怕得罪云家，即便你知道他们贪污军饷，你也不敢追求。裴子言，你还真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无能。我在你心里就这么差劲？这爱情果然能让人蒙蔽双眼。从前我只觉得你与世无争，随遇而安，现在才知道，你就是个脑子里空无一物的无能草包。说到底啊，还不是因为雪瑶，就因为我多娶了一个女人，我在你眼里就变得一文不值了。你不必恼羞成怒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文不值。太子殿下越来越没有风度喽。小姐，你见过裴子眼那样薄情寡义的人，
会对男人失去信心，对爱情也不相信了。我才不会因为裴子言就对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失去信心。如果能遇到对的人，那自然是最好；遇不到对的，也不会勉强自己。那便好。对了，小姐，那个贪污军饷的云少将军现在正在正厅坐着呢。那便随我去看一出狗咬狗的好戏。太子殿下，那瑞王已经在皇上面前表明，愿意动用一切可用之人，筹集粮草，以面对南诏战事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这位觊觎储君之位已久的好皇兄当然不会退缩。那我们此次南诏突然发兵，朝堂无力筹集粮草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只能靠自己。萧然，此番边关若是一旦战败，不但孤会处境堪忧，你们父子二人也会陷入不堪设想的后果。太子殿下这般，定是全然相信了萧清雪那个女人的话。臣只能尽力而为。孤可以匀出5万两白银，剩下的要靠你自己，务必在3天之内将所有粮草运到边关去。殿下，这不是为难末将吗？此番粮草一事，关乎孤的前途命运，不容有丝毫闪失。若是因为粮草一事导致边关失利，孤可以保证，你们将军府的荣华富贵，怕也是到头了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将军府定当尽心为太子殿下筹集粮草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南境送来一封600里加急情报，南诏使臣即将入宫面圣。什么？皇上，南诏国太后娘娘凤体欠安，太医已是久治不愈。听闻雍朝有位医女医术精湛，特送来了文书，想要邀请此人前往南诏给太后娘娘治病。呈上来。就为了请一个女医，南诏不惜动用10万精兵。是因为此人姓萧，已经嫁给了晋王为妻。哦，是萧侧妃。能有如此速度调动南诏兵马，萧清雪难道真是南诏皇室族人？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当初若是立他为太子妃，他背后的势力定会让我坐稳储君之位，也不会生出这诸多祸事啊！清雪，算我求你，只要你帮我，除了和离，无论你提什么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。你已经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，和离已经不是我的条件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怎么了？雍朝距离南诏千里迢迢，太子难道是舍不得太子侧妃独自前往吗？如今南诏10万大军压境，太子作为我朝储君，应当以大局为重。臣恳请太子殿下准侧妃入南诏。太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的侧妃去南诏给太后治病，乃无上殊荣。当然了，路途虽然辛苦一些，但是为了我大雍的江山稳定，萧侧妃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。启禀父皇，儿臣今日与云少将军筹集粮草，忧心不已。再加上突闻南诏增兵，更加发愁。突然听到了这一等好消息，一时失态，还请父皇恕罪。无妨无妨，既如此，那就传萧侧妃上殿吧。宣萧侧妃觐见。
皇上，萧清雪，你还是在为贬为侧妃一事记恨于心吧？记恨？皇上说这话还真是有失公允。背弃承诺的人不是我，出尔反尔的人也不是我，忘恩负义的人更不是我。你此刻指责我，倒是冠冕堂皇。你这是在指责朕吗？你出身低微，做太子侧妃已是高攀，竟然还出言不逊，太大逆不道！他身后势力不可估量，若一再逼迫于他，怕是会鱼死网破。清雪，南诏太后病重，指明要你去医治。我知道这个要求很为难你，千里奔波不说，你又是一名女子。太子殿下，为国效力是每个人的本分，你不必对他解释那么多。只要你为南诏太后治病，我就取消跟云雪瑶的婚约，从此跟你一生一世，一夫一妻。太子，胡说什么呢？你和雪瑶的婚姻是朕的亲赐，圣旨岂能容你儿戏？萧清雪，她是你的侧妃，她是医女，更是我大雍的子民，朕的旨意容不得她半点拒绝。父皇，这件事就让儿臣跟清雪谈吧。胡闹！她一个医女，何来的尊贵？萧清雪，朕命你3日后出发南诏。你们说完了吗？我身子不适，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。皇上，请另请高明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去不了，长途跋涉辛苦，无法忍受。而且万一我医不好他们的太后，他们要杀了我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因为皇上你的一句话就乖乖去送死吧？放肆！皇上息怒，南诏给出的消息是，不日将有使臣前来，亲自接往萧侧妃去往南诏，给太后治病。既如此，南诏要来使臣，那萧清雪，你就乖乖的在王府等着吧。休想！太子，管管你的侧妃，一个女人都治不了，何以治天下？清雪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再说气话了。我承诺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只有你一个。稍后下朝，我会去跟云雪瑶退婚。等会儿就取消婚约？是，你还是太子妃，没有侧妃，更没有妾室，只有你一个人。谁给你这么大的理？真以为我稀罕你的虚情假意？好啊，那我等着看你的诚意。这里你自己解决吧。大胆！竟然如此放肆！太子，朕赐你的婚约，岂能容你说退就退呀？云将军戍守边关，你如此对待他的女儿，岂不让云将军寒心，让边关的将士寒心？若是他抗旨不从，父皇会杀了他。哼！如果他不畏生死，父皇如何让他心甘情愿地前往南诏？他是生是死不要紧，若是南诏使臣前来，无法得到为太后治病的人，焉知不会怒而发兵？那你这退婚一事，跟云将军那边如何交代呀？当务之急是让他去南诏，至于将军府，儿臣自有安排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将军府也不是任人羞辱的，这桩婚事还是陛下所赐，满城皆知。你一退婚，让雪瑶以后怎么见人？以后还怎么嫁人？太子殿下这样做，就不怕寒了边关将士的心吗？既然婚事是父皇所赐，那今日孤口头承诺的退婚，又如何能作数呢？太子殿下的意思是，如今南诏重兵压境，孤只能先把萧清雪哄去南诏，待此事解决，萧清雪才不会成为我和雪瑶之间的阻碍。事关重大，我只能先瞒着雪瑶，此番让雪瑶受了委屈，孤日后定会加倍补偿。有太子殿下这句话，臣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边关粮草，臣来解决，让殿下无后顾之忧。待日后孤登上皇位，定不会忘记云家的恩情。你这是干什么？
坐下。你这招对我没用。我曾说过，会让皇后亲自求我签下和离书。裴子言，你说过的话做不到，但我说过的话，就一定会做到。我是不会签和离书的，你就不要再……现在是你们有求于我，我不但要你签下和离书，还要你亲自写，求着我签，否则就等着南诏大军压境，踏平你们的疆土，让你们沦为阶下囚吧。我已经去云家退婚，你为何还不满足？你退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可曾承诺过你什么？答应过你什么？可你在大殿上分明说过，我没答应过你，退了婚就不和你和离。裴子言，是你拿婚姻当儿戏，拿诺言当儿戏，在你眼中，女子到底算什么？只是可以利用的棋子吗？清雪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真心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，我只是违背了承诺，难道就罪该万死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清雪，谁稀罕你死不死？我们小姐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要求，和离书。这3个字你是不会写，还是听不懂？从前你一口一个医女出身，做王妃已是高攀，如今事态严重，你装出这副无辜忏悔的样子给谁看？真是贱得慌。你进宫去，当着皇后的面写下和离书，再签上你的名字，拿着皇后的凤印盖上，再盖上皇上的玉玺。我是不会签和离书的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可以改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夫妻3年，一向恩爱，你真心舍得？我当初真是眼瞎心盲，怎么会嫁给了你？清雪，就算你把你这副膝盖跪烂，我也不会改变主意。这招对我没用。南诏求医，为何会求到我雍巢来？那萧清雪才20岁，就算医术再好，难道还能好得过那些学了几十年医的御医？可当初儿臣病入膏肓时，满朝御医确实束手无策。若是南诏使臣到来，我们无法交出萧清雪，他们必然会发兵攻打雍巢。如今国库空虚，若是打仗，我们将毫无胜算。那萧清雪怎么说？他要和离，真是不可理喻！难道你就这么纵容他胡闹？儿臣也不想和离。萧清雪身份成谜，若她真是南诏公主，只要有这层夫妻关系在，就算南诏铁骑踏破疆土，她也是我可以谈判的筹码。使臣什么时候到？快则1天，慢则3天。这哪里还有时间了？子言，或许你可以使一些非常的手段。母后的意思是，在他的吃食里放无色无味的蒙汗药，让他昏厥过去后，等南诏的使臣来了，直接把人交给他们就是了。可她若真是南诏公主，如此做法，南诏使臣定会生气。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她的身份前，不能冒险。不行。为何？总之，儿臣会再想想办法。母后暂时不用心急，儿臣会尽快想出对策。殿下，根据属下调查，南诏没有闺名叫清雪的公主，当今南诏国主只有位嫡亲妹妹，叫萧齐皇，封号清皇公主。你说什么？萧齐皇？殿下，南诏使臣已到达京城，明日就要进宫面圣了。萧清雪不是南诏公主，我想的没错，她果然是在制造一个出身尊贵的假象，试图让我恐慌，达到和离的目的。我派人查了你的身份，无论南诏还是雍巢，都没有一个叫萧清雪的贵女。清雪，明日使臣就要来了，你不要再耍脾气了，行吗？要是你治好了南诏太后的病，南诏定会感激我们。到时候两国友好相处，我还是会遵守承诺，让你做太子妃。我保证，在登基之前，东宫只有你一个女主人。如果你担心安危的问题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去。这样一来，就算他们想为难你，我也可以挡在你前面。太子殿下还真是情深意重，要是你去了南诏，这辈子都回不了雍巢了。夫妻本就该有难同当，就算我回不来，我也会承担我丈夫的职责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会让清雪安然无恙。我从始至终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就是和离书。太子若是听不懂人话的话，
可以回去请教太傅，等听得懂了，再来和我谈。清雪，你为何如此冥顽不灵？为了你，我已经跟于雪瑶退了婚，难道这还不能告诉你我有多爱你吗？我已经一再妥协，明日南诏使臣即将面圣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是不是在你们男人眼中，所谓的爱就是对女子无上的恩赐？我们女子只有服从。我们家小姐只是想和烂人好聚好散，自始至终在闹的不都是太子殿下吗？裴子言，你既想妻妾成群，又想夫妻和睦，既喜欢我与常人不同，又希望我和其他女子一样行事，既嫌弃我医女的身份，又要仰仗我的医术，为你谋前程，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？清雪，你对我很重要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重要？对于太子殿下而言，到底何为重要？夫妻关系重要，你却贬妻为妾；男人的尊严重要，你却轻易地跪在我面前；太子之位也重要，你却要和云家退婚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都代表你是个善变的人。就算将来当上皇上，也是个朝令夕改的君王，无法令人服众。够了！你不要仗着姑对你的喜欢，就几次三分的来教训姑。这是教训吗？这是让你实事求是。今日之事，我全当没有发生过。明日，南诏使臣前来面圣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介医女如何跟两国皇权来抗衡。太子殿下的能耐，就是如此威胁你的发妻，用天家威严欺辱一个身份卑微的医女吗？这都是你自找的！哼！小姐，没事，下次不用与他浪费口舌。是。对了，明日南诏使臣来了，是齐渊。齐将军可是我们南诏的战神，他可是小姐您的人。齐渊，宣南诏使臣觐见。不知该如何称呼将军？齐渊，这就是南诏大名鼎鼎的战神将军，竟然如此年轻。齐将军，把兵器卸了吧。你有资格。齐将军此次前来是接萧医女回南诏，诸位不必如临大敌。就算我们身穿铠甲，携带兵器，区3000人，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就是10万大军在驻守边关，3000铁骑也在宫门外，我们区4个人就把你们给吓到了。若是见到我们的10万铁骑，还不得给你们吓得屁滚尿流？都说南诏是强国，最有强国的风度，你们一上来就冷嘲热讽，这就是你们的风度。这个你冷嘲热讽，我们只是说了一个事实而已。南诏若是想对你们不利，我们早就10万铁骑踏破雍朝疆土，让你们乖乖的把萧医女恭恭敬敬的送过去。久闻齐将军大名，果然气度非凡，就连你身边的将领也气宇轩昂。在下不是什么将军，在下乃是南诏皇商沈家家主，此次和齐将军一起来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罢了。以防万一，沈家主何意啊？沈家主的意思是，若此番谈不拢，那两国只能开战，到时候需要粮草，沈家主能确保你们雍朝的士兵无一粒粮草可用。这怎么办呀？将军言重了，有何谈不拢啊？朕听闻贵国太后病重，忧心不已，自会竭力帮忙。那皇帝陛下打算如何帮？自然是把萧医女送到贵国，
我听说萧依女嫁给了晋王，而如今的晋王是当朝的太子，那就是说萧依女成了太子妃。寻常女子尚且不能独自远行，而皇帝陛下让当今的太子妃独自前往他国，为他国太后治病。治病救人，没有什么不能破例的。那贵国由谁护送她去？朕自有安排。那就由孤亲自护送。太子殿下不怕人入了南诏就再也回不来了吗？你刚被立为太子，想要争夺你储位的皇子不止一个，但凡你离开皇城，马上就会有刺客半路截杀。你想不到这一点？孤可以多增加一些护卫。安排护卫需要时间，你再三思考是否亲自冒险也需要时间。就算你半路截杀，侥幸活命，但耽误行程也是在所难免。我们可等不起那么久。沈家主所言极是。再者，太子殿下若要陪同前往，不怕我们南诏拿你当人质。正如你们所言，若是南诏对雍朝有敌意，早就派10万精兵直接征伐雍朝，也不必专程来走这一趟。况且我只是雍朝的一个皇子，我死对雍朝影响甚微，你们不会做这么没有意义的事情。那倒未必。沈家主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储君死在南诏，当朝皇帝确实不会因为你的死而来兴师问罪。不过萧依女的医术没那么出神入化，治不了太后的病，那我们倒可以把你杀了，给太后来谢罪。沈家主慎言。沈家主貌似对我朝有着莫名的敌意呀。陛下多心了，本将军也想亲自问问那萧依女，是否会不顾危险去南诏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看病。他自然会愿意去的。我们要听萧依女自己说。去把太子侧、太子妃请到殿上来吧。是。我不去。太子妃，你说错了，我们小姐是太子侧妃，是你们皇帝亲自下旨给贬下来的。哎呦，求您进宫吧！您要是不去，奴才可担不起呀。你去告诉裴子言，我的条件不变。可是我们小姐是不会去的。你与其在这儿耽误时间，不如现在就回去禀报裴子言，让他自己想办法。太子妃说要由太子殿下亲自写下和离书，皇后娘娘盖上凤印，皇上盖上玉玺，再由皇后娘娘亲自带着和离书去晋王府和太子和离，他才肯来。简直放肆至极！有没有告诉太子妃，南诏使臣已然在大殿等候啊？奴才说了，可太子妃说唯有和离。这是谈不拢吗？这位南诏战神18岁那年便带着3000精锐，将藩王5万兵马打得割地投降。不知这宫门外的3000精锐是否就是当年那些？我朝向来兵力不足，定是不能得罪他。子言，你亲自去吧。是。我们要的是萧依女心甘情愿，并且毫发无损。太子殿下不要用强迫的手段逼她，毕竟对待女子本该就有些风度。沈家主所言极是，我定将太子妃心甘情愿地带来。南诏太后病重，她应该不择手段逼迫萧清雪前往南诏才对，怎么反倒和我谈起风度了？这架势不像是求医，倒像是为萧清雪主持公道来了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太子妃出事了！不好了，太子妃出事了！你说什么？今天谁敢拦我，我就死在谁面前。云姑娘、林姑娘，你们冷静一下，可千万不能在王府闹事啊！你看清楚了，我是国舅府嫡女，当今皇后的亲侄女，她是准太子妃云雪瑶，一个老妇人，说谁闹事呢？周嬷嬷，你若是再敢阻拦我找萧雪清那个女人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我看你这个老奴才担当得起吗？还不快带路！云雪瑶这阵仗，拿着匕首，是要发疯杀人吗？雍朝如今战事正急，南诏又增兵边境，生死存亡之际，
这个蠢太子妃还在想着泄私愤。小姐，奴婢待会儿能不能放开手脚？知道你这些日子憋屈，既然他们主动送上门，还挑衅的话，有什么不能的？云雪瑶，我们王妃在这儿。是不是你撺掇太子殿下退婚的？你这个心胸狭隘的主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辱骂王妃以下犯上，本姑娘先赏你2巴掌！你这个贱婢，去死吧！骂我，找打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，碎尸万段！住手！你又是哪位？我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女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应该叫我们家小姐一声表嫂才对。呸！她出身卑贱，本就不配做我表兄的王妃，如今还唆使我表兄和雪瑶退婚，让她沦为笑柄，真是手段下作。萧清雪，有本事你出来呀！让一个贱婢在这算什么本事？我一个人就能应付，不用我家小姐出手。更何况打你们只会脏了我家小姐的手。我是婢女，不怕手脏。尽管放马过来啊！你们今天谁把这个贱婢抓起来，打他20个耳光，我就赏谁100两银子！还想扇我耳光？我先打死你！你等着，太子殿下不会放过你的！我到你了！都给我住手！太子殿下，雪瑶、芷月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表兄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看那个贱婢！你们能不能安分点？就知道给我胡闹！我们胡闹？是明月那个贱人他先打我的，殿下你看不到吗？够了！如果你不上门找茬，又怎么会挨打？谁让你来的？是清雪给你发帖子让你来的吗？可是南诏使臣还在这里，这件事我过几天会给你个交代。你们俩先回去。我们不回去，除非……听我的姑的话吗？我们还是先走吧。你就任由明月胡闹？裴子言，你到底是眼瞎还是耳聋啊？是谁在胡闹？你难道不知？如果你想指责我纵容明月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我杀了这些上门挑衅的人，你也奈何不了我。打他们几个巴掌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南诏公主？你不是南诏公主对吗？我派探子查过，南诏只有一个名叫萧西皇的长公主。可为何南诏使臣前来求医，却偏偏要求要一个毫发无伤的萧依女？你如果不是公主，他们为何这般维护你？还是说，他们想借此为由，故意刁难雍常，作为开战的目的？清雪，你如果是公主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宫里见见你的使臣，然后告诉父皇你的真实身份，让所有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都瞠目结舌，并为此恐慌。这难道不是你想看到的场面吗？这就是你的眼界。你的使臣都在等你，你不要再闹脾气了，以大局为重好吗？我的条件没有变过，和离书、凤印、玉玺，皇后亲自来。不过今天可能要再加一条了。什么？让国舅爷和云将军府的家主来，为林芷月和云雪瑶今日的辱骂道歉。我们夫妻一场，你就要这么逼我吗？达不到条件，
我不会见南诏使臣的。清雪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娶雪瑶，只是想尽快的巩固地位，让你不再受他人的轻视。我发誓，我对雪瑶没有半点真心。只要我顺利登基，母仪天下的位子一定是你的。你的这副嘴脸不会让我心软，只会让我感到恶心。我说了，达不到条件，我不会进宫。清雪，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是你。我是皇后嫡子，生来尊贵，又受父皇的喜爱。14岁那年，父皇便要立我为太子。我原以为我会一辈子这么风光下去，却没想到突发恶疾，将我拉入了深渊。在我濒死之际，是你救了我，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哪怕所有人都看不起你的出身，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娶了你做我的王妃。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之前要娶雪瑶之事吃醋了，我向你赔罪便是。仔细别让你的脏血脏了我家小姐的衣裙。清雪，我从娶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发誓，我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女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我才着急，想要通过联姻去拉拢武将。我以为你会信我的，我才没有提前告知我的谋划。若你心里还有怨气，你再捅我几刀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你真是狠心，萧清雪，你真是好狠的心。小姐，她不会疯了吧？不至于，不过是在做戏吧。裴子言，准备好了吗？这只是你众叛亲离的开始。他做梦！本宫绝不可能去求他。袁雪瑶和林芷月这两个蠢货，这么一闹，硬是给了那个女人一个拿捏我们的好把柄。母后，那儿臣现在该怎么做？本宫这便宣袁萧然和国舅入宫，与他们说清事情缘由，以便应对陛下召见。那儿臣去前殿安抚南诏使臣，让他们在雍巢多待几天，等我说服萧清雪。萧清雪这个女人，真是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太子妃抱恙，正在卧床休息，不知可否明日再来见各位使臣。太子妃身体抱恙是假，不想现身才是真的吧？太子妃的要求说得很简单，只不过是想和离罢了。太子为什么不能答应她？我和清雪是明媒正娶的夫妻，哪有和离的道理？最近我们只是有一些小误会，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请沈家主放心。那就请萧医女过来吧，我南诏太后还在等待医治，实在拖延不得。明天一早，等清雪身体好一些。不行，我们现在就要见她。如果萧医女真的是身体不适，那就叫太医过来瞧一瞧。我相信萧医女医者仁心，她也一定会原谅我们救太后心切的心情。太子殿下百般推脱，莫不是压根不想教人？子言，照沈家主说的去做。回禀父皇，清雪提出的要求，儿臣做不到。父皇，清雪的要求不仅是和离书，他还有什么要求？当真要得寸进尺吗？是呀，就是太子殿下纵容侧妃不守规矩，就单单他身边那个叫明月的贱婢，近期就常常以下犯上，早就该处死了。太子妃出身微贱，粗野蛮横惯了，仗着太子的喜欢就看不清自己的身份，着实荒唐。皇帝陛下不必动怒，不妨听听太子怎么说。
区皇上胆敢接二连三的插嘴。子言，无论他如何闹，都听他的，只当是他千里迢迢去南诏给太后治病的嘉奖。云少将军，林国舅觐见。末将微臣特来请罪。两位爱卿何罪之有啊？方才儿臣回到王府时，正巧遇到了云雪瑶和芷月表妹，他们二人带着一众丫鬟侍卫，拿着匕首闯入王府，要找太子妃，说要给她一个教训。王府守卫森严，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闺阁女子如何闯入王府？云雪瑶拿着匕首横在脖子上，以死相逼，侍卫们不敢动。真是太热闹，太精彩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拿着匕首擅闯王府，你们雍朝贵族的世家贵女还真是好教养。臣没有教好妹妹规矩，臣该死。这位就是雍朝辅国大将军云宝成的儿子云萧然，云少将军。哦，齐将军认识萧然？齐将军认识萧然？不熟，只是在边关见过云少将军的府邸，奢华非常，堪比东宫。那里面想必是养了不少美人吧？云萧然，齐将军所言可都是真的？回皇上，臣万万没有。是吗？可是牌匾上明明写着“辅国将军府”5个大字，莫非是另一位将军所有？云家的边关府邸堪比东宫，将军府是想自立为王吗？父皇，这是挑拨离间。皇帝陛下若是不相信，派人前往边关一验便知。陛下，先是有筹集粮草不力，后又在边关私建府邸，怕是要以权谋私，大有挪用军饷的嫌疑。兵权若再给他父子二人，恐有大患啊！这几个大臣都是瑞王的亲信，他们巴不得将我唯一的靠山云家拉下马，再趁机弹劾我，好扶持瑞王做储君。还有，先前大将军嫡女云雪瑶与太子妃在珍宝阁有了冲突，言语之间曾经提到云雪瑶赊账2万余两白银，云将军贪污军饷30万两。臣恳请陛下彻查云家父子是否有不臣之心。我不但知道粮草的事情，我还知道云少将军的私库里有整整30万两白银。莫非他是故意选在达官显贵频繁出入的珍宝阁，将事情闹大？云萧然，你还有何所言？陛下，我云家皆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，还望陛下明察。皇上，雍朝边关告急，云家父子私建宅邸一事尚不知真假，贸然定罪，恐怕影响边关士气，造成不可预估的后果。陛下，臣只是贪图美色，确实养了几位美人，但那宅邸并非是用军饷所建，乃是当地商贾筹钱所建。至于齐将军所言奢华堪比东宫，根本就是污蔑。我污蔑你做甚？以后雍朝是内乱也好，还是皇位被掀也好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来人，把云萧然拿下！父皇，先把云萧然打入天牢，择日后审。待朕派监军去边关查明真相，若确有其事，那便是僭越不臣，罪连9族；若是子虚乌有，朕会补偿云萧然。陛下，臣冤枉，陛下！齐将军向来沉默寡言，怎么方才字字珠玑，咄咄逼人啊？他纵容妹妹欺辱长公主，该死！这样3言2语便将云萧然打入大牢，莫非他们真是为萧清雪主持公道来了？方才说到哪儿了？云雪瑶和林芷月冒犯太子妃，太子妃要求国舅府和将军府的家主亲自带着2人登门谢罪。林国舅，你看此事？皇上，是臣教女无方，臣这便带芷月去给太子妃赔罪。听闻3年前太子身体一直不好，太子妃细心照料，用了整整1年时间。
才把太子身体调理好，可见心性善良。怎么如今却闹到了如此决绝的地步？沈家主有所不知，太子妃虽医术精湛，但也是贪得无厌。正是念在他对太子有救命之恩的份上，特赐婚她嫁入皇族。可没成想，他竟然变本加厉的挟恩图报。这倒也是，大夫救人乃是本分，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，怎么能和嫁人沦为一谈？沈家主也是这么想的。3年前，太子还是亲王，无需考虑社稷重任，让一个医女作为王妃也无伤大雅。可如今她是储君了，那太子妃的人选理应就是声名显赫的女子，方能稳固其地位。你们雍朝皇族的太子需要靠一个女子的裙带稳固地位？子言大病初愈，朝中无根基，故而娶一个武将之女，方能稳固其地位。原以为萧清雪是个大度女子，没想到女子该3从4德，温柔贤惠，可她却因太子要另娶，闹到和离，争风吃醋，这实在是不像话。是这个道理。既然如此，太子为何一直不同意和离？我们是明媒正娶的夫妻，这辈子就应该都是夫妻，哪里有和离的道理？所以太子一直不想和离，是想把正妻贬为侧妻。怪不得萧医女会在这个时候提出和离，原来是想借助我们南诏求医的机会，脱离你们皇室的控制。沈家主，此话不妥呀。有什么不合适？人家救了你们一命，就要把一辈子搭进来，感情破裂，人家要自由，你就利用你们的皇室威逼把人强留下来，难道这不叫控制？沈家主难道不知道，嫁入皇族的女子一辈子就是皇族命妇，何以谈控制啊？方才皇帝陛下说太子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没有根基，那为什么要立他为太子？像这样的太子，就算继承帝位，也无法避免外戚掣肘，着实担忧雍朝的未来呀。难道贵国的皇帝就不靠姻亲裙带，他的3宫6院就没有哀怨吗？太子说的太对了，吾皇凭着自己的能力继位，至今后宫嫔妃没有一个，满朝的文武将臣都以江山社稷、子嗣绵延为由进谏，吾皇都能顶得住压力，不会把无辜的女子卷入后宫斗争，这才是帝王该有的魄力。吾皇地位稳固，南诏文臣武将对吾皇都是忠心耿耿、死心塌地，没有半分质疑，自然这其中也不曾攀扯过所谓的姻亲。请皇帝陛下和太子尽快做决定，我们好带萧医女回南诏，否则……臣妾参见陛下。不必多礼了。母后，子夜啊，当务之急，你赶紧和那个瘟神和离，这样的话南诏才能退兵啊。儿臣不能跟萧清雪和离。你说什么？萧清雪可能还有别的身份，其实这2年边关的粮草一直都是他暗中帮忙筹集的，所以从他提出和离之后，云香人筹集粮草一事便出现了意外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她一个区区医女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只怕是她借故巧合，让你和云家退了这个婚事吧。陛下所言极是。子衍，那萧清雪可还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？还是儿臣说的那个，您亲自去晋王府求他和离。南诏此次是有备而来，他们要接萧清雪去南诏，态度坚决，若是接不到人，恐怕对我们雍朝动兵啊。若陛下执意要臣妾去求他和离，臣妾愿意去，只是……没有指示，南诏使臣已经在等候，我们别无选择。可是父皇，万一萧清雪真的另有身份，我们有他这个人质在手。那只是你的推测，眼下南诏大军压境，若是两军真的交战起来，我雍朝毫无还手之力啊！子言，你速速书写和离书，盖上封印，不得有误。
紫妍，母后知道你不愿意和离，更不愿意让母后去丢这个脸，但事到如今，又有什么办法？去写和离书吧。母后，我亲自去求他。去吧。还请母后盖上凤印。10日之内，皇后娘娘会主动让我和太子殿下和离。早知如此，便该在萧清雪那个女人提出和离的那天，将她刺死。哪怕南诏使臣来要人，大可说她是病死的，只怪我心太软。命人去传萧清雪进宫吧。他不会来的。难道要皇后亲自去求他吗？他究竟是要和离书，还是要折辱皇后啊？当初他跟我说和离的时候，臣妾没有同意。这次他一定要让臣妾亲自去请他。没关系，为了雍朝的江山社稷，臣妾去一趟就是了。儿臣陪母后一起去。郭舅父前来给太子妃赔罪。你女，你给我跪下！扇自己10个耳光，求太子妃原谅你。我错了，求太子妃原谅。让他们下去吧。皇后娘娘到！哥哥，芷月，我不想活了。是不是萧清雪那个贱人打的？她这么折辱我，分明没把您放在眼里。你千万不能放过那个女人！住口！休要再生事端！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，臣告退。小姐，林国舅都来赔罪了，那云萧然为什么不带着云雪瑶一起来赔罪？云萧然已被收押，皇帝小心眼，自然不会轻易放他出来。活该！看他们以后还敢狂不敢！启禀王妃，皇后銮驾已到王府外，请王妃出去迎接。迎接？他想让我家小姐和离，现在让我家小姐亲自出去迎接他，还请你那高贵的皇后娘娘自请回宫吧。王妃，这还不快去！一日未和离，本宫一日就是你的母后，连一点尊卑规矩都不懂吗？皇后娘娘是来求我们家小姐和离的，求这一个字，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你有求于人，还要让我们家小姐3跪9叩的来迎接你吗？放肆！皇后娘娘若是来摆架子的，那今日这和离书便不必签了。正好近些日子我身体不适，出不了远门，请皇后娘娘去回绝了南诏使臣，请他们另请高明，把太子写好的和离书拿出来，给晋王妃签上。从此以后，他们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请晋王妃过目。小姐，好好看清楚，上面有紫眼的名字，本宫的凤印，陛下的玉玺，都盖得齐全。不要再找任何理由为难我们了。皇后娘娘求人就是这个态度。清雪，难道你非要母后低三下四求你不成？萧清雪，你是不是觉得此番去南诏为他们的太后娘娘医治完病，以后就不用回雍朝了？有了之前的前车之鉴，自然会给自己留下退路，以救命之恩换一个公主的封号。不知道他们的皇帝陛下会不会觉得是个亏本的买卖？公主的身份何其尊贵，你真是敢狮子大开口。是不是狮子大开口，不由皇后娘娘说了算。他们愿意用10万士兵来引我去南诏，想来也不会吝啬一个公主的封号。
若当初他给紫妍治病的条件是一个公主的封号，我和皇上一定也不会拒绝。若当时封她为公主，或许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局面。清雪，这些年紫妍对你一片真心，让你做侧妃一事，是我们对不住你。母后，母后，本宫求你跟紫妍和离，随使臣一同前去南诏，为他们的太后娘娘医治，还两国边关一个安宁，还百姓一个安宁吧。云雪瑶敢欺负到我头上，都是因为太子的纵容。你亲自去把她带过来，跪下给我磕头认错，我便签下这和离书，随你们一同进宫。清雪，云将军现在已经被押入大牢，此时此刻，云雪瑶正是慌乱恐惧之时。云萧然入狱是因为他贪污军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太子殿下口口声声说娶云雪瑶只是为了云家的兵权，没想到还挺有一片怜香惜玉之心嘛。我只是觉得清雪做人做事不要得理不饶人。他做错事情本该赔罪，太子殿下若是觉得委屈了他，以后把他娶进门以后，可以好好的补偿他。管你是把他捧在手里还是含在嘴里，都跟我们家小姐再无任何关系。去，把云雪瑶带过来。是。云萧然入了大狱，怕是再难翻身。那云雪瑶为人蠢钝，接二连三给紫妍招惹祸事，这样的女人万万不能做太子妃。倘若萧清雪背后真有势力，倒是可以利用。清雪，本宫知道你心里委屈了，经此一事，本宫才明白你比云雪瑶更适合做这个太子妃。皇后娘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与紫妍一路走来不易，本宫知道你心里是有她的。别再自作多情了，太子背叛感情，背弃誓言的是你们皇祖，不讲诚信、出尔反尔的是你这个皇后。现在来讲感情，是不是有点太虚伪了？主子说话，哪里轮得到你个丫鬟在这里插嘴？主子说话，哪里轮得到你这个贱婢在这里插嘴？我家小姐允许我说话，皇后娘娘若是看不惯，尽管回你的宫里去耍威风。你放肆！皇后娘娘是不是忘了，你儿子已经签了和离书？签了和离书又如何？你依然是雍陶的子民，本宫母仪天下，难道还处置不了你一个小小的贱婢吗？你才是贱婢，你全家都是贱婢，你这个头号贱婢才能生得出裴子妍那样的贱货。你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我看谁敢上来！你别冲动，你要是敢伤了本宫，可是诛九族的死罪。本姑奶奶若是想杀你，就像杀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你是什么高贵的东西，还敢诛我九族？太子殿下办事竟这般莫测。明月，随我去看看。是。皇后娘娘受惊了。滚！若不是南诏的使臣在等着，我一定要诛杀你这个贱婢！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我哥哥他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只要我给萧清雪那个女人道歉，他就可以放了我哥哥？你哥哥犯的是欺君之罪，贪污军饷，借阅犯上之罪。至于放不放，跟我家小姐无关，那是皇帝的事。至于你，死到临头了，嘴巴还不干净，欠打！你劳烦皇后娘娘派人给我打他20巴掌，好好洗洗他那毫无教养的嘴，不然我们就不进宫。你敢？我可是太子殿下的太子妃！跪下！皇后娘娘，来呀，掌嘴！不要，皇后娘娘！晋王妃，你可满意？我早已不是晋王妃了，皇后娘娘可以叫我为萧姑娘。明月，替我更衣。
一起进宫。是。皇后娘娘，太子觐见。太子妃觐见。公公说错了，我家小姐跟太子已经和离，你该说萧大夫道。萧大夫觐见。臣启元参见齐皇长公主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参见长公主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长公主，你是南诏长公主？你是南诏长公主？南诏长公主。清雪，放开！南诏长公主，娘娘，这些日子劳皇帝陛下和皇后娘娘费心，本宫乃南诏长公主，当今天子胞妹，真名萧齐皇。南诏天子胞妹，隐藏身份3年，给贵国带来诸多麻烦，还请诸位多多见谅。南诏使臣为我而来，若是多有得罪，亦请多多体谅。齐将军辛苦了，免礼。臣不辛苦，臣带领10万铁骑来雍国，就是带长公主回家。清雪，放肆！此处何来的清雪？请诸位过目，这是我与裴子言的和离书。今日我们正式和离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无论是萧清雪还是萧齐皇，都与裴子言再无任何关系。清雪，这就是个误会。误会？皇后指的是你们雍朝皇族出尔反尔是误会，还是指这份盖了玉玺和凤印的和离书不作数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来谈谈我枕巾的问题。什么枕巾？什么枕巾？长公主殿下，您说的枕巾是何意啊？我用了整整1年的时间救了贵国太子一命，以及后续2年的调养，都是我自掏腰包买的珍贵补品。贵国没有给过我1分钱的枕巾，所以我决定收雍朝南境3座城池作为我的报酬。3座城池？陛下，南疆的3座城池乃是我雍朝的边疆要塞，一旦被南诏所得，他们要进攻我朝，简直是易如反掌啊！是啊，万万不可呀！诸位先别着急，我这儿还有一副账本。从2年前开始，我便暗中为西境边关筹集粮草，总共9次，共计800余万两白银。800万！清雪，当年救我是你自愿。自愿不代表不要报酬，宫中太医也是自愿为皇帝诊治，难道你们不需要给他们俸禄吗？清雪，你与子衍夫妻一场，这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呐，更何况这太医院也没有那么多的俸禄啊。皇后娘娘，一码归一码，别再拿那些不复存在的夫妻关系说事，更别拿我和你们的大夫相提并论。毕竟3年前他们都对你的儿子束手无策。我的枕巾就是这么多，若是雍朝付不起，第一，可以让裴子言自尽；第二，赔偿我的时间和精力损失。就算太子殿下现在自尽，也多活了3年，这3年的枕巾也该好好算一算。那100万两粮草还需要加上利息和运输花费的人力物力，那该收多少啊？我们要的不多，给个整数就好，1000万两吧。这也太多了吧！这1000万两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！清雪，你真要如此吗？你我之间3年的情谊，你真要一笔勾销？我方才已经说得够清楚了，和离书已签，你我再无瓜葛。我萧齐皇和你们谈的是粮草战，你若是继续纠缠，那我只能提高报酬和利息了。枕巾一事，当初救人的时候你就应该说清楚，况且我们付得起才让你救人，而今你突然来这么一出，你这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吗？ 10日前
我家小姐跟太子商量和离之时，你们但凡干脆一点，都不至于如此。现在是你们自己把路走窄了。诸位背信弃义，出尔反尔在先，你们利用皇朝权威威逼殿下在后，此时想跟我们讲道理，抱歉，没道理可讲。3座城池和1000万两白银，若你们不答应，半月之后，南诏10万铁骑就会打进你这皇城。你这是威胁！是又怎么样？3座城池就是你们欺辱长公主应该付出的代价。哎，齐将军，有话好好说呀，凡事还可以商量。清雪，过往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是雍朝的百姓是无辜的，我求你网开一面。我已经网开一面了，将3座城池划给南诏，不会惊动一兵一卒。况且3城百姓成了南诏子民以后，只会过得比现在更好。可那3座城池是雍朝的边关要塞，要是给了你，我雍朝的南边便再无防护。你们若是想要进攻，你们若是不同意，我现在就可以下令出兵。清雪，虽然雍朝不敌南诏，但若两国交战的话，必定是两败俱伤的局面呐。本将军3000铁骑，打你3、5万人马绰绰有余。你若不信，今天便可以试试。齐将军莫要动怒，本宫的意思是，长公主和子衍两情相悦，不如教两国之好，让长公主做雍朝的太子妃，以后母仪天下。一个靠裙带上位的太子，给我们长公主殿下提鞋都不配。你是昨晚没睡好吗？天刚黑就做起了春秋大梦。诸位之前口口声声说我们殿下是一介医女，不配做你们的太子妃，现在又让她母仪天下，这不是自己扇自己巴掌吗？这不是自扇巴掌，这是如意算盘打得太响。若是两国现在联姻的话，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呀。任何要求都可以提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沈家主，你说，那就请你们太子殿下带上你们的雍朝疆土入赘我们南诏，做我们长公主殿下第18房妾室。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你说什么？反正你们也说了，哪个帝王没有3宫6院？我们长公主殿下可是要回南诏继承帝位的，让裴子衍做18房妾室，也是便宜了他。沈应春说的是萧齐皇后登基。朕记得南诏从来都不是女子为帝呀。沈先生，只是1届皇上，说话竟然如此的口无遮拦，这当真是为了羞辱我大雍啊！连女子登基为帝都可以随便拿来开玩笑啊！井底之蛙，不怪你们眼皮子浅。时辰不早了，长公主以及诸位不如暂住一宿，明日再议。今日之事为何要拖到明日？如今我已经给了2个选择，一是3座城池和1000万两白银，二是你们太子殿下入赘南诏，皇帝陛下请选择吧。我们签订条约，明日便启程回南诏。是否还有第3个选择？若太子自尽，多出来的3年寿命，可否给些银子就行？放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竟然敢说让太子自尽！今日之举，皆是因太子而起，难不成让整个大雍为他承担后果吗？陛下，以臣之见，不如把太子交给长公主处理，如此我朝才能摆脱两难之境啊！住口！你瑞王一党，效想太子之位已久，恨不得借此机会除掉我儿子，是不是？但凡太子有些骨气，就应该以命谢罪，而不是拖累大雍，割让城池。如此软弱无能之人，他日若是称帝，臣等该如何相信他能不出尔反尔？绝对不能做一个把太子殿下想让裴子衍去南诏，他去南诏干什么？臣想让他去，让他彻底沦为阶下囚。随你的便。这样的太子，我们是无法认同。恨什么太子？我们有什么可怕的？都给朕住口！时辰还在呢，你们在这互相推诿，成何体统啊！清雪，是本宫逼着子衍娶雪瑶的，你们夫妻一场这么多年，子衍除了你，也并无纳其他女子为妾，他并非背信弃义之人。你要怪，就怪我吧。如若你要是能原谅子衍，
我愿意以死谢罪。母后，不要这么说，是我自己意志不坚，没能护住所爱，是我对不起清雪，辜负了她。如此惺惺作态，当真以为我萧齐皇愚钝可欺？诸位想好了没有？是割地赔偿，还是让太子入赘当18房妾室？待朕商议之后再做答复，如何？你们只有半个时辰。殿下，云萧然入狱的消息已经派人传去边关了，保证会送到他父亲云宝成面前和他心腹将士们面前。这个消息只会让云宝成更愤怒，真想让他反，只能派一个人去西域传一个停战的假消息，得让他有空抽身才行。相信你已经做好了准备。这世界上最了解齐将军的人，莫过于长公主您了。即便3年没见了，依旧心有灵犀啊。你怕是和皇兄待太久了，也学会他那副阴阳怪气的调调。你说说，这该如何是好呀？救过去，救过去之后呢？你说，现在必须得拿出一个办法。皇上，眼下这局面虽然不至于说是破国，可是一旦城池交割出去，我们失去边疆要塞，这跟破国有何区别呀？皇上，如今国库空虚，边关又有西陵来犯，若是开战，我朝毫无胜算呢。如今只有让太子殿下根驱南诏呀！荒唐！南诏要太子，我们就要交出太子吗？如此一来，雍朝的威严何在？陛下的颜面何在？等到南诏真的开战，我们都沦为阶下囚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之时，要这尊严脸面又有何用？听了沈家主所说，此番萧齐皇回南诏是要登基为帝。他既为天子胞妹，那南诏天子应当岁数不大。太子你何意啊？既然岁数不大，就没有退位的可能。儿臣以为萧清雪怕是有不臣之心，此番所要我3座城池，实则是想求一个驻军之地。莫非那女人是想在边关自立为帝？她不一定想称帝，极有可能是前来接她的人想撺掇她自立为帝。毕竟拥立一个女子，实权才能掌握到那个齐将军手里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方才太子所言也仅仅是猜测，如果是真的，那齐渊依旧是南诏国的战神，若直接开战，大雍国力亏空，依旧难以取胜啊！皇后娘娘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呐，臣以为女人比较心软，太子殿下跟着长公主一同回到南诏，假以时日，挽回长公主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太子，你意下如何啊？儿臣愿意用最大的诚意去换取清雪的原谅。好。清雪，长公主身份尊贵，你不配站着跟她说话。求长公主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裴子言，你觉得你贱吗？贱。但凡你还有一点骨气，就不应该来求我。你应该保持你那高傲的姿态，毕竟你一直理直气壮，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。事已至此，又何须争论对错？我是真心的想要向你赎罪，你又何必这么凌辱我？当日你用皇权压迫我，贬妻为妾，可曾想过有一日，我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？皇上驾到！诸位和太子商议的如何了？贵国太子诚意十足，殿下心软，愿意退让一步。
如此甚好啊！那就让你们的太子殿下带着3座城池和我们一起回南诏，他也不用做18房妾室，只需做侧夫。如此的退让程度，诸位一定很满意吧？这如何算是退让？难道长公主铁了心要那3座城池吗？那是我的枕巾，我必然得收回。若是朕将太子的命交给你，非要不可吗？人终有一死，不管裴子衍什么时候死，以什么方式死，我救他一命都是事实。难道你们雍朝大夫救完病人3年以后，病人亡故，还要退回枕巾不成？若是我们答应了，那南诏是否可以承诺永不对我朝发兵的吗？不能。如果雍朝继续挑衅南诏，或者你们的太子做什么忤逆我们长公主的事，南诏随时给雍朝一个教训。不，我们不会挑衅南诏，太子也不会做出忤逆之事。殿下怎么说？裴子衍带3座城池作为嫁妆入赘南诏，且在1个月内还清1000万两白银。南诏保证1年之内不进攻雍朝。若裴太子表现良好，3、5年内雍朝和南诏都可以维持和平。太子，你说呢？清雪以前那么爱我，只要我还能待在他身边，多说一些温情软语，日日相处下去，定会回心转意。儿臣愿意去南诏赎罪。好，来啊！朕要拟定诏书。我是生意人，见惯了尔虞我诈，皇上可别在协议上动歪心思。沈家主放心，皇帝陛下，协议要写清楚。我们的前提很简单，雍朝安分守己，你们的太子也要安分守己。协议已经签好。陛下，陛下呀，三思呀！陛下，子衍是您的嫡子，也是臣妾唯一的儿子呀！陛下，陛下，子衍此次前去南诏，还能不能活着回来，可都是个未知呀！皇后娘娘，这是怕我们虐待贵国公子吗？长公主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背信弃义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求你放了子衍，他是爱你的呀，你跟他夫妻一场。贵国的皇后就是如此疯癫吗？皇后，注意你的仪态。衍儿去了南诏，此生我们母子恐怕就再无见面的机会了吧？本宫要这仪态还有何用啊？母后，协议已签订好，皇上和大臣也都同意了，你们的太子也没有意见。皇后娘娘，你无权过问。本将军会给裴子衍准备1辆马车，皇后不用担心。出发。长公主，长公主，求你了，放了子衍吧，求你了。儿臣拜别父皇母后。衍儿，衍儿，通知瑞王，安排几个身手利落的探子，立即赶在他们之前到达南诏，告诉南诏皇帝，就说这个长公主和齐将军有不臣之心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难道真的要坐以待毙吗？臣领旨。另外，再命礼部挑选几个善变的官员，通知前往东乡，与我朝结盟。臣遵旨。皇后，
陛下，朕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是眼下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子衍前去南诏，才是我们的一线生机啊！陛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子衍和萧齐皇夫妻一场，虽未生子，但也有夫妻情分。若是萧齐皇此去与子衍分离两地，更让我们担心的是，一旦南诏对我们发起攻兵，大概萧齐皇不会理会。陛下，您的意思是，子衍去了南诏，他们夫妻的情分就会永远存在？一份和离书说明不了什么，女人的心是最易心软。子衍这次过去，换取萧齐皇的疼爱，只要一点时间，平息他的怒火罢了。陛下深谋远虑，方才是臣妾失态了，请陛下恕罪。不，你失态才能让他们南诏放下戒心。你我夫妻一场，子衍是我们的孩子，朕岂能不管吗？陛下要怎么做？朕会悄悄放出云霄然，前往南诏保护太子，将功折罪。臣已安排3000精锐在城外扎好帐篷，我们现在便与他们会合。走。